切个水果就好了，等我一下哦。爸爸，快看我！仔仔，去洗手，不要再玩了。仔仔去洗手，乖，去洗老公，手。我还没有喂妹妹，你喂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去洗手，去洗手，去洗手啊！仔仔，我要讲几遍，去洗手了，去洗手。老公，你包包没有拿，我早餐怎么都没吃啊？哦，我不饿了，我先出门上班。老公，你还好吗？没事啊，拜拜。路上小心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喂，郭董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郭董，我有看到那个新闻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今天这么晚回来哦？对啊，单比较多啊。你这样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又这样子，本来都是只是假日而已，现在几乎天天这样，不累吗？就是要把缺的补上啊。过两天要签约了，明天还要确认整贷的事情。你饿不饿啊？我煮点心给你吃。嗯，我明天要上一整天的班，好累哦，我先睡了。嗯，晚安哦。晚安。哎呦。怡安，给你吃蛋糕。哇，怎么那么好？我是想顺便来问一下，就是哦，最近申请贷款的人真的太多了啦，而且你又这样临时调高额度，上头的批准还没下来。这段时间辛苦。学姐第4名，风云变色哎！才年英雄的冠军宝座终于换人坐了。方仲贤第1名了，第一名，方仲贤，打瞌睡不过来，你很夸张哎！害羞个屁呀！就上面，你们偷偷来哦！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平时就是太认真了。学姐好，学姐，恭喜啊！谢谢学姐。不容易，继续加油。我们今天吃一个大餐好不好？吃大餐，我请客，我买单，好不好？
上次是我刷的。对啊，你说要这次没有，因为上次喝醉了。妈妈可以买这个吗？不行，选你要吃的面包。请取回卡片。郭董，您的热美式半糖不加奶。哎，现在公司人看到我啊，就死扒着我，他们怕我把公司给弄倒了。我看你倒很冷静嘛，啊？郭董，关于那500万，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。我知道你也是逼不得已才开口要我归还，但是现在钱全部都已经投进去了，明天工厂那边就会交货，我等一下还要去付发布会的定金。郭董，如果您还相信我们 iRobi 这个产品的话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把你投资的500万全部赚回来。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的话，我会把自己的股票跟期货全部解掉，加上剩余的钱，应该可以先还你个300万左右。哎，老实说，我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你之后，我就后悔了。既然你把后面的行程都规划好了，你就拿去好好做吧，把我的500万连本带利赚回来。真的吗？谢谢郭董。你们公司那边没问题？哎呀，这你就不必担心了。我在这行闯荡那么久了，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？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既然是创业，你就要把手上的股票跟期货先解决掉。回来喽。哦，吃饭了。哦，没有，我要去送单了。外面下雨哎。就是下雨单才多啊。哎，对妈，你明天想约几点跟小梁啊？我等一下要跟他约时间。永清啊，嗯，那个我们钱都付头期款了，啊，过来贷款要安怎？不是讲好了吗？洗衣店跟我的收入勉强还可以吧。哦，看起来好吃哦。哎，我去送单了。不是啊，那个喂，是吧？妈妈。哎。永清，其实我不想开洗衣店了。什么叫做你不想开洗衣店？如果我们不要买那间房子，改租小一点的公寓，这样你负担是不是就不会那么重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明天就要签约了哎。所以才不应该签约啊！这件事情我想很久了，本来中间一度想说不要想了，就这样决定就好了。不过我跟他想到，在一张票钱就刚刚要被穿过日子，那所以呢？现在是怎样？我这么忙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帮你买一间你想要的房子吗？我每天加班加到累死了，等下还要去外送。现在几点了？我还在忙哎。不是啊，宝贝，
说了，我要去外送。永琪，永琪，我知道我也跟他做安静的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，里面看，里面看。哦，这个房子看起来照顾的不错嘛。1880，好像。太羞贵。你们喜欢1楼的房子啦哈？他买来是要自己住啊？对了，我们除了自己住之外，我们前面是规划想要开一个洗衣店。哦，这个不错呢。附近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洗衣店？没有。洗衣店不要开了啦，那里有那个中红啊，快先开这个。不开干嘛买1楼？1楼房价贵很多哎。到时候我们开洗衣店，就把它赚回来。不过我跟他想到，刚才种票钱都刚有妹妹穿过日子，这件事情我想很久了。小姐有要紧吗？那我等他干嘛？没事。那我现在洗不来啊。那如果都没有问题，下方这边帮我签。好的。那先预祝您发表会成功喽。好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谢谢。你知道创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“创”那个字。你要好好的思考，你在创造什么，消费者需要什么。一个真正专业的创业家，他是会24小时都把心力投注在他的创作上面，哪有心思去搞什么股票跟期货？你觉得呢？一定要成功。喂，周永晴，你在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真的超开心的哦，出来吃饭，我请客哦。喂，喂。周永晴，周永晴，周永晴。周琦，杨大器，你是白痴哦！你在那边干嘛啦？你下来啦！你不要做傻事哦，你不要动。这搞什么鬼啊？这几点了？你叫我来这个地方，你知不知道我有惧高症啊？哇！周永晴，你真的要吓死我是不是？你还叫我来阿良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哎，那你手怎么受伤了？我被你吓得快要去收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骑车跌倒啊。那你骑车摔倒，你应该去医院看医生啊！你来这个地方干嘛？杨大器，我问你哦，一个人要多绝望才会像阿良那样选择跳下去啊？妈妈，这个可以画吗？不行哎，这是爸爸画的设计图。妈妈，我们还要等
多久？再一下下好吗？嗯。来，妈妈问你，如果今天妈妈带你跟妹妹去很远的地方，你们愿意去吗？愿意呀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明明，等我们收拾好这里，我们就去。好。好，是不是？耶！妹妹，妈妈说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。耶！哎，你不要突然这样子啦，到底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但就最近失落感就特别强烈。我曾经以为人生梦想就是存钱买房。所以我就一直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每天只要一睁开眼睛，我就在想着要怎么样去赚钱。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过，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阿良可以那么不负责任的说跳就跳。现在我那么一点点可以理解。其实阿良的心情，我还蛮能体会的。只是我们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。在我妈还在的时候啊，我常常陪着她去很多有钱人家里面帮佣，然后跟一堆有钱的小孩子混在一起。我那时候还真以为我跟他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但是后来我妈生病了，他们二话不说，就把我妈给 fire 掉，然后再把她赶走。到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从来不属于那个世界。所以你才一直拼了命想要赚很多钱。对啊，但是我长大以后发现，存钱真的太慢了。我每天这样一块钱一块钱的存，存到死，我可能都不会变成一个有钱的人。所以我宁愿欠债去投资一把，我也不要复制我爸爸妈妈的生活。我要过着有选择权的日子。哎，周永琪，我跟你说哦，你不要学我哦。像我这种1秒钟几10万上下的人哦，这种生活你是过不来的。哎，我都忘了跟你分享我今天真的想要讲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我觉得哦，过几天就是我人生的转捩点。为什么？我的 aerobic 发表会啊！当他们看到那个机器手臂这样，咖啡冲下来，然后拿一喝 ，c'est la vie， 你知道吗？喂，喂，樊太太，好消息，刚刚有个买家联络我，他说对你的房子很感兴趣。真的吗？
那什么时候会来看房子？哦，他看了照片就说 OK 了，而且他愿意用2000万买下。怎么样，樊太太，你要卖吗？你要卖的话，我赶快跟他联络。好，谢谢你。宝贝，你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哦，你怎么搞成这样子啦？你有没有先用消毒水消毒啊？有啦，擦伤而已，你不用紧张啦。妈。对不起，你不想开洗衣店，我们就不要开，我们就去租房子，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。我毋是超工要拖遐尼久才甲你讲，我是真正毋知要安怎开嘴。看你那么辛苦，在赚钱。我却一心只想要把店收起来，想要休息。我真的觉得好惭愧，好对不起你。我哪叫你无摘掉，没有办法出钱帮你买房子。不要这样说啦。你不要对不起。想买房子的人是我，我就只是想要给你一个家而已。生气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丢脸。我每天跟你住在一起，但我却不知道你真正想的是什么。那你答应妈妈，不要再这么辛苦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住小一点的房子，安尼压力都袂安尼大，啊无，我才感觉你安尼辛苦，妈妈真是中感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你不用担心了，不要哭了好吗？压力不会这么大了。蔡老板，哎，来啊！哦，就这个嘛，换了 size 哈。啊，哎，这个爪子有漂亮哦。秀英啊，厉害厉害，我看一下哦。没情况吗？啊，好啊好啊。啊，我顺便拍一下。好吧。喝咖啡也进入 AI 新时代，国内业者独家研发的智能咖啡机今天举办上市记者会。
当你戴上了这个脑波仪之后，感应晶片就会精算出我们喜欢的是哪一种咖啡。这部划时代的咖啡机导入了脑这台就刚刚这台赶快呢。分析消费者的咖啡喜好，然后借由机械手力来冲泡，品质稳定且能全天候供应客制化咖啡。我们是从大数据非常精密的去运算，就是仿照专业的咖啡师他的手法。这个机器手背呢，它会非常的稳定，而且细腻的去调制出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何先生，谢谢你的帮忙。妈妈身体已经好转，工厂这阵子也多了一点订单，虽然还不足以偿还，但我会努力的。蔡丰毅。哇，讨债讨到债务人要送你水果，厉害哦！学姐，不要笑我啦。兽医，中午一起吃个饭。谢谢。学姐，你不吃哦？学姐是要跟我谈裁员的事情吧？所以经理有跟你讲了吗？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最近进步非常的多。如果你还想继续做的话，我看我这边可以怎么样去跟经理？你不想做了？本来是这样想没有错啦。尤其那天把我找到办公室说要裁人的时候，学姐你知道吗？我从那天之后啊，常常在想，一定又是自己的问题吧，一定是我哪里犯错。可是我真的超级不甘心的，明明我自己也这么努力过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重视这份工作，大概是刚刚看蔡老板的卡片的时候吧。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接受到这么真实的鼓励。学姐，我已经跟自己沟通过了，我要为自己再努力争取一次，哪怕只有1个月。哎，纯山，你怎么在这？是不是那黑道要去找你了？没有啦，我是来咨询创业贷款的。创业贷款？学姐，我先上去。我也是这1、2天才决定的事情，主要是找到房子的买家。啊？真的吗？嗯，太恭喜你了！而且他愿意出了不错的价钱，让我还掉银行还有地下钱庄的债务。470万，就了这句，我就当你的面把它撕掉了。阿亮的爸妈也跑来台北一趟。给我一笔钱，让我不用担心生活费。当初为了让他冲事业，我放弃了工作。我那时候心想，
你们2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完成梦想就好了。但现在他走了，我想在他的公司地点成立一家电子零件贸易公司，算是继续他，也继续我的梦想。 下，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。哦，怎么拖那么久啊？我急着要用车呢。哎。 小心，小心，我帮你。谢谢，小心哦。永晴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林老板，我是金良国际贸易负责人蔡纯山。我可以带你去参观我们的工厂。那我们配合的工厂都是信誉良好的老字号工厂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下礼拜3吗？好。 你干嘛把我东西搬上来啦？你起来哦。你自己搬的哦，很重哎。我看你还要睡觉啊，我不吵你啊，所以我就自己搬上来。东西看起来很贵呢，哎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哦，反正就是一台我发明的机器啊。你发明的机器？这就是一台呢。 可以自动侦测你的脑波哦，然后帮你泡出你最喜欢口味的咖啡机。咖啡机？哦。这什么？找不到。OVI。 我看到你帮我缴的那些账单了。你应该早就知道我的事业不成功了，对吧？骗了你那么久，我真的。 你放心啦，我很快就会赚钱的啦。这些钱赚回来，很快就会还给你的啦。我打给你，只是想要你偶尔回来陪我吃吃饭，又没有人还钱。啊，你发明了咖啡机，来，煮一杯咖啡吧。不要，很麻烦呐。来了来了。 你妈看到会很高兴的。来来，
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要不要帮忙？那就先把膜拆掉吧。拆掉哦。你嘛看这外表敢若安尼足旧的吼，其实哦，迄马仔还阁偌大呢。好啦，我等下甲阮头家参详一下啦，尽量帮你争取一个好价钱。好，我先来走。收起好，收起好。你来啦！哎呦，我才在想说，再不来哪，我打电话催人的嘞。你们什么时候要搬走啊？这个月啊，找到房子就赶快搬一搬了啊。哎，你还有衣服要洗吗？还是说我那个钱都先退还给你？我妈下礼拜回台湾，想约你一起吃饭。哦，你妈回来了哦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可是我们家永晴的时间比较难约。没有永晴，只有你。我？因为我谢谢啦，我还是不要吧。只是简单的吃吃饭、聊聊天啊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误会，只是我活到这把年纪了，我也不想说日子搞得这么复杂。我现在只希望跟我女儿好好的过日子、过生活，这样就好了，其他的什么我都不想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拜拜，路上小心啊。那我们跳舞的事还有吗？Yes。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看阿良的房子啊。妈妈，这个要放哪里？记不记得妈妈跟你讲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先保护妹妹。好，那你现在先进去，把门关起来，关门。这阿良的房子还蛮漂亮的嘛，不错啊。请你出去，不然我报警。报警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房子是我用我女儿的名义买的，当爸爸的不能来看女儿的房子吗？救我！喂，我现在开救护车，我需要救护车。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你救我一命，才把这里买下来的。如果不是你把阿良逼上绝路，我们根本不需要你帮忙。我根本就不知道阿良会被逼到跳楼。我知道我怎么说你都不会相信。但前几年产业景气差，
我公司严重亏损，我也是为了保阿良的产品才搞到周转不来的。跟我想这些有用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就当我自私好了。我人生都已经走到这了，我被多少人恨，被多少人骂，我心里多少有点不甘心。但是，有谁了解我的苦衷？就是没人想要听我讲。你有钱，你买这个房子我管不着，但现在还不是交屋的日子，请你离开。对了，虽然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但上述的事情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最好要做好准备啊。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对啊，但只是刚开始而已。你确定不做全职吗？我银行做得好好的啊，就你请不起我啦。偶尔请我吃个好料就好了啊。好啊。哎，对了，杨大器呢？我也联络不上他，打了好几通电话跟他说你开公司的事，结果都没回，连简讯都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在忙什么。嗨，杨大器，你终于肯出现了哈！哎，我们苦工都做完了，你才来，你是怎样消失那么多天在忙什么啦？人总是要充电的嘛，对不对？像这种辛苦的工作，交给你这种头好壮壮的人就好啦。我是要干大事的啊！这什么？这是我合作过的一些厂商，我找了一些可能对阿良他们公司产品有兴趣的人，他们说我们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联络他们。还不止这样哦。你不是看过他们公司的出货记录，有小量供应给一些买家吗？我透过郭董的关系联络上了他们，他们一听说是精良的产品，马上下定，说要买走所有库存。天哪！所以阿良他们公司的产品是真的非常有品质的。杨大器，你终于帮上忙了。当然啦，正常发挥而已啦。哎，我现在赶去另一个地方，等下传一个链接给你们，记得要看哦。好，拜拜，记得看哦。陈山，大器丢给我这链接，好像是他的直播。各位午安，我是 Edward Young 杨大器。首先跟各位说声抱歉，今天这场产品发布会没有任何产品要发表。本来我想取消这场发布会的。但是我想分享另外一个我看到比产品更重要的东西。有些人可能知道，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赚大洋俱乐部的大洋先生。这个频道时常在教大家怎么投资，怎么变成有钱人，怎么样才能够成功。但今天，我想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不太成功的经验。1年多以前，因为我回想起曾经和一个老同学开的玩笑，所以我开启了 iRovi 这个咖啡机的计划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刚刚点的是曼特宁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就是曼特宁。
它的苦味跟酸味比例不对啊，真的是曼特宁啊。我会建议你点我们的重烘焙蓝山。我不是口味要重一点，我要苦味少一点，酸味多一点，只要一点。要是有一台可以读懂人心的咖啡机那就好了，但怎么可能？他就是我第一位天使投资人，他二话不说的借了我20万，作为我的第一笔开发金。但我压根没有想到的事情是，哎，你看一下，那个时候的他，其实正面临着庞大的债务压力。为了要更快速的筹措到更多的资金，我把这20万全部放入投资市场，结果全部赔光了。但是我非常幸运，我遇到了我第2位天使投资人，因为他，我才有机会把 iRovi 的样品机给制造出来。也是他提醒我，我一定要比任何人更相信我自己。我一定要全心全意投入我的创业项目。就在最后，临门一脚，我发现我的产品被抄袭了。所以我还是没有能够发表我的产品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的人生是不是注定要失败了呢？煮一杯咖啡吧。杨俊南先生最适合、最喜欢的咖啡口味。你拍啉的。我后来才想明白，记不记得我跟各位分享过《双城记》里头的一句话？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其实它后面还有一段，我想调换一下顺序，分享给大家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。这是易碎品，麻烦帮我顾好，谢谢。没问题。好，这是上个礼拜的报表，帮我看一下。妈妈，你看我贴的。你不能这样贴啦，你可这样是愚蠢的时代，也是智慧的时代。鼻癌很严重，应该至少看个200。你都讲过，没对了吧？是怀疑的时代，也是信仰的时代。哎，我小看一下哈。是黑暗的季节，也是光明的季节。是令人绝望的冬天，也是充满希望的春天。儿子啊，好久不见喽！这是美珍姐。美珍，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，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。妈妈，你跑一趟了，后续的事情我再跟你联络。好，等一下，这是给伏笔的。总而言之，说好，说坏，在这个形容任何事物只能够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述的大债时代，只要我们还有希望，只要我们还有目标，那么不太成功，就表示我们尚未走到尽头。我们永远可以竭尽所能，拼到最后。谢谢。这是气氛图的部分了。那这一页可以清楚的看到，这个洗衣区跟咖啡区是完全分开来的，所以
杨大器，我再重申一次，我妈没有要开洗衣店了，好吗？她现在在那个舞蹈教室做助教，做得非常的开心 ，OK？ 我再重申一次，我没有要你妈来开这个洗衣店，我是要你拿存款来投资这个咖啡洗衣店。投资什么啊？哎，我以为你会就此收山呢，好好去找份工作，好好存钱，好好的做人。你这死脑筋都不会变通一下的吗？虽然我上一次创业是有跌了一跤，没错，但不代表我没有创业能力嘛。况且我现在已经要升级成杨大器2.0了，我马上拿到 EMBA 的学位，我就会更有能力，更有成就，那就会更容易。这样子这么快要拆了？时间真的过好快哦。喂，神经病，干嘛啦？怎样？你是70岁的老太太在感叹人生是不是？没讲错啊！你看，我们18岁考大学，然后22岁毕业开始找工作，找工作不就是赚钱存钱吗？为了什么？买车买房，说什么30而立，先成家后立业，哪来这么多规矩啊？哎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进度有 delay 哦。都已经30岁了还单身，不，32岁了还单身，干你屁事啊！要不要考虑我这个绩优股？绩优股，激你个疯子啊你！我疯了才会跟你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暴力狂，难怪你单身到现在。哎，讲话小心点哦，真是。去哪里啦？怎样啦？等一下，干嘛？什么东西 ？Hello， 小龙女，你还在这里呀？你跟他很熟哦？当然熟啊，他可是吃掉不少晚餐钱的债务人呢。爸爸。哎呦，Hello， 哎呦，好可爱了。哎，我回家。这么突然？你不是自己都喂不饱了，还要养他？哎，不是说先成家后立业吗？反正买了房子之后也是负债，又不差你一只，对不对？就对。那你要叫他什么名字？叫他。不然叫他钱钱好了，这样每次叫他就是钱钱来，钱钱来，这样我就很有钱了。那你不会叫他欧元啊？我不要了，欧元最近很差，不行。啊，美金，保值。美金好像不错哦，美金，我妈名字有一个美的刚好，还是我叫她黄金啊？哪有人叫猫咪黄金的啦？黄金更保值更稳定。它是一只猫 ，OK， 我们不叫它